还没睡呢，这是北京，那重庆人就还没睡啊，不困啊。觉得难的可能是北方人、北京人他们那种独有的轻重音。我爸妈，然后奶奶、外婆都有看，其实也不是控诉，也不是辩解，我需要为我自己辩解一下。我认为这是它的优点，是它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的缺点吧。然后我就看见那儿有一个杆儿，我就自己扶了那个杆儿，就是因为这种很真挚的情感，其实你很难去复刻。想想啊，7天吧。其实对于梦，我自己有很多想法，但是如果你要说春生的话，我觉得梦是他的故乡。人的这一辈子很宽广，你的梦想可以很远大，所以要怀抱希望跟梦想。凤凰网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非常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演员肖战。凤凰网《非常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我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谁敢动我兄弟？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们。做好了，走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肖春生同志。我想说，我刚才就是刻意模仿的这个嘿呦，有没有里面那个北京的感觉啊？还可以，还可以。其实剧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北方的词儿，就是颠儿了啊，颠儿了，我颠儿了。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讲，这种儿化音，我觉得还挺难的。儿化音其实对于我来说还好，我觉得难的可能是北方人、北京人他们那种独有的轻重音，因为我是重庆人，对，所以其实那个节奏会不太一样。对，所以你让我去模仿，其实我也不太能明白，但是其实会有区别啊。比如我现在说，现在已经好晚了，你困不困？北京小爷肖春生和重庆娃娃肖战分别会怎么回答我？还没睡呢啊，还没睡呢，没睡呢，对吧？这是北京，那重庆人就还没睡啊，还没睡啊，啊，随便不困啊，怎么说能睡我？其实就是语境不太一样。但是你现在应该是两种这种语言的感觉可以来回自由切换。对，但是肯定是当时当下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因为这几天我们看，其实就昨天嘛，收视率已经破2了。首先大家恭喜一下，谢谢大家的喜爱，谢谢。我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家庭是几代人一起在追这部剧的，我不知道站站你家里是不是长辈爸爸妈妈也在看？有，我爸妈，然后奶奶、外婆都有看。咋评价的呢？就是还不错啊，挺好看的。你自己有时间追剧吗？自己会追，但是可能没有追平。追到 VIP 能看的那个地方了吗？啊，已经过了，我是 VIP。那你看剧有那种开弹幕的习惯吗？我不开，对，因为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看剧的那个观感吧。就是你希望能够充分沉浸。对，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式。最近这个弹幕里面都在疯狂的骂那个国华和红伶啊，然后呢，像国华是现在跪了，然后红伶是已经送出去50支钢笔，是吗？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就是他们身边非常亲近的人，肖春生，你对这2个人有没有什么可能想为他们辩解的、解释的，或者是你想继续控诉他们也可以？其实也不是控诉，也不是辩解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剧好看的点就是在于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很正常。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像国华跟红伶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辩解或是控诉的，就是每个人在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的时候做出的不同的选择，没有对与错。其实观众喜欢这部剧也是因为里面每一个人物就他是有弱点的，但他也是有底线的，每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么多角色，其实除了肖春生之外，如果有机会能选的话，你还会想扮演谁？想想啊，7天吧，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的那种前期跟后期的那个反差感。他前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一个大哥，
然后到后期他变成了一个对姐姐很好的这样一个很专一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让人感觉他的前后反差特别有意思。而且齐天是你可以放心把姐姐托付给他的人，没错，所以感觉像是一个分身，就那种感觉，虽然是2个角色。对，我们工作室新发了一条物料，里面总结了你这个出门的各种春生啦，出门的各种那个出行伴侣，比如说这个28大杠，冰刀鞋、大褂子，还有3轮车，这些是你为了剧特意去学的吗？对，我需要为我自己辩解一下。其实自行车呢，很早就已经学会了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再关注我骑自行车这个事儿了。但是那个28大杠呢，因为它比较难骑，所以就是上那个大杠的那个28大杠的那个姿势，就上车的那个起势，是在这部戏里面学的。其他这几个也都是有特地去学。其实就在片场，然后看了一下就会了，很简单。哎，那你其实觉得弄下来最得心应手的出行伴侣是哪一个？当然现在是28大杠了。就像你以前说嘛，塑造的每一个角色会给自己的身上留下一些痕迹。你觉得肖春生给肖战留下的是什么痕迹？我觉得是这个角色提醒我自己，你坚持的一些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是不太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正确的，所以它加深了我自己的这个坚持。其实剧中我觉得叶芳啊，就是这个所有观众的嘴替，有一句话评价肖春生特别到位，从来不会被困难所打倒，从来不向现实投降，永远走在理想的路上，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但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不说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哪怕是在当年那个理想时代，可能也会显得就太完美了。你觉得那个分寸感要怎么样去拿捏？其实我是觉得说，相信他，相信剧本赋予你的东西，去理解它，而不是去演出一个很外化的东西。可能很多人看就觉得他痞痞的，然后他很仗义，然后他很理想主义，他很轴，但是其实要通过自己去化解吧。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共鸣他？因为首先我自己共情了之后，我才有信心去把它演绎出来，然后传递给观众所以我认为就是相信剧本。那你觉得这个人物有缺点吗？肖春生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他坚持的这些东西，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他身边很亲近的人。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优点，是他迷人的地方，也是他的缺点吧。这几天其实肖春生有一幕特别让人揪心，就是他被迫复原之后回家，然后坐着轮椅从火车上面下来，没有往日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了。尤其是在面对姐姐的时候，然后我读到姐姐她说她本来没打算这场戏说要哭或者怎么样，但是看到你那个样子，一下子眼泪就……其实拍那一段戏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思考，因为那是一段很长，它有很多场戏，但它全部连在一起了，它是很密集的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情绪里面，但是你又不能每一场演的一样，你需要去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层次，所以就是在同样的悲伤的情绪里面，我自己去调整了一些不同的人物的状态。比如说一开始他一个人上列车的时候，他的那种不安感是来自于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回北京竟然是被人坐轮椅给推上火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内心其实是很受伤的。所以他被人抬上火车的时候，我自己会就想做点什么，然后我就看见那儿有个杆儿，我就自己扶了那个杆儿。就是我觉得这是肖春生会做的，就是他会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骨子里面的那种倔强就是你可以麻烦我，我可以为我的兄弟，为我在意的人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但是如果你让他去麻烦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以及后面见到姐姐之后，其实那场戏我们就走了一个大概，然后姐姐就跟我说我们就直接来吧，就是因为这种很真挚的情感，其实你很难去复刻，都是当下及时给予的。所以为什么姐姐那么说？因为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很奇妙的点。当你的情感共处的时候，会迸发出一些你无法去规划、去计划、去排练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你以往的角色塑造里面，其实也有挺多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哭戏。你在塑造哭戏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古话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一个负担？
其实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在剧里面，你每一次悲伤难过的情绪可能不一定是落泪，你可以是很隐忍的，就像我其实在剧里面很多展现这个肖春生他失落他悲伤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落泪，就是也有很多很隐忍的，然后你需要剧情推动到需要你用眼泪去打动观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角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句古话不会对我有什么困扰。然后这部戏其实有一个特别高频的词汇叫梦想，很多角色都有提到过，然后咱们的片名也是梦中的那片海。我想问的是，肖春生对于这个梦这片海他是怎么理解的？肖春生是吗？我觉得其实对于梦我自己有很多想法，但是如果你要说春生的话，我觉得梦是他的故乡，我可以这么去理解春生他的梦。其实梦开始的地方，梦中的那片海，其实说的就是北京。其实我觉得他骨子里面是有一种乡愁在的，所以为什么这部剧可以让这么多人共鸣，就是他无论走得再远，他追逐他自己的理想跟梦想，当兵其实都是从小在北京生长的那个环境赋予他的父亲赋予他，所以这个梦我认为是带着一种乡愁的感觉。但如果我自己去理解梦的话，我认为这个梦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跟希望。在你不断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大家会为这个梦想去奔赴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会分道扬镳，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还能再重聚。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个梦发源的地方，梦中的那片海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感慨的。那什么是人生不止这一片什刹海？就是人生很宽广啊，人的这一辈子很宽广，你的梦想可以很远大，所以要怀抱希望跟梦想。梦是家乡，是起点，也是终点，那种感觉。对。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投身于火热的生活，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其实这次有这么精彩的塑造这个角色啊，所以大家也会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挑选这部剧，怎么决定说这个作品我想参与其中，你的标准？我记得刚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是被肖春生他这个很饱满的人物的成长线给吸引。对，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然后他有很多的转折跟挑战，但是他选择的是迎难而上，这个很吸引我。然后还有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个点是在于，当下自己也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题材，所以刚好他出现了。所以可能角色本身是否够饱满是你挑选的一个首要，这个人是不是打动你？当然，对，我不止一次的说，首先要打动自己，你才可以去打动别人。你也很相信在表演中相信这件事情本身？当然，一定要相信它。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都不热爱它，你有什么把握去让别人来相信跟热爱呢？祝你以后碰到更多的好剧本，我们都特别相信你。谢谢。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你在讲，我在听。